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地狱，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在接下来的事业发展上会有什么样的好消息？你们接下来在事业上面啊，塔罗会给到你们怎样的指引？那在我们面前有三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首先，这组牌给我的一个很强烈的信号就是，你们现在可能正在等待着某个结果，而且这个结果即将到来。你们会被这个结果所点亮，重新振奋起来。你们现在看起来好像是在听天由命、随波逐流啊，但实际上这是一种以不变应万变，其实你们是在守株待兔。这个星币八呢，代表的是你们接下来的事业发展会被你们内心当中突然涌现出的某种灵机一动的想法、主意、点子点亮，就好像是混沌当中的一束光，能够把你们从这种倦怠当中拉出来。你们在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思索之后啊，会有这么一个灵光乍现的时刻，类似于你们终于想明白自己要去做什么，然后会迅速的摆脱精神内耗，开始制定计划，行动起来。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断的边想边干，边优化，不断的突破边界，实现自我成长。所以说这个 Hierophant 这个教皇呢，它其实是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在里边，就是你们在事业上面陷入到的这种停滞、阻塞和卡顿，进入到的这种空白的阶段和空窗期，其实对你们的成长是大有帮助的。这个过程就相当于是在闭关修炼啊，看起来是把自己封闭起来了，与世隔绝，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内在的思维和认知是在飞速成长的。你们甚至有时间去思考自己的未来和更宏观的人生轨迹。这个时候，你们的大脑就是在经历一次二次发育啊，就是自身在这个人生的空白阶段会有一个极大的蜕变。在这个阶段，它是有一种能量会爆发出来的，这种能量不是外部强加给你们的，而是由内而外所产生出来的力量，就像是破壳而出的某种新的生命活力会支配你们、主导你们，就好像是整个人在冥想当中顿悟，然后突然的释怀，放声大笑，找到了人生困境当中的某种解法。所以说这个教皇呢，我觉得就是在事业上的空窗期和空白期啊，反而会让你们想明白一些事情，彻底的放下内心当中的执念，变得更加的豁达。那么这个宝剑八呢，就是你们可能之前会被一种恐惧所笼罩吧，这种恐惧可能是害怕落后，看不清楚自己的未来，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有一点迷失自我。这些乌鸦就代表的是你们身边的噪音啊，你们摄入了大量让你们产生焦虑的信息。你们会意识到啊，其实这种焦虑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啊，并不是焦虑选择了你们，而是你们主动去选择了这些焦虑啊。就是说，事业上面要突破当前的现状，首先要做减法，屏蔽掉一些人和事啊，屏蔽掉那些没有必要的信息摄入啊，重新回归到自己身上，回归到自己的感受啊。这个时候你们就会知道当下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了。所以说这张权杖五啊，你们会在混沌和混乱当中找到生命当中的那束光。你们越是处在这种混沌和混乱的环境里边，你们越是要让自己安静下来。这个权杖五所代表的火种啊，就意味着是在事业上面，接下来会出现一个能够结束当前混乱现状的机会，点亮你们的人生。在接下来，你们要做好纵身一跃的准备啊，去抓住你们人生当中的那个火种啊，这束火种就能够照亮你们未来的路啊，所以要耐心一点。这束火种可能会在接下来的3到5周之内出现。当然这个机会的话，可能也会涉及到或者说形成一种竞争吧。这张牌的话呢，目前从这张牌来看，你们其实现在处在一个最有利的这个竞争的位置上，你们会最先得到这个机会，最先看到这个机会，并且最先抓到这个机会啊。所以说不要害怕，在你们蜕变之前，一定是处在某种混沌和失序当中的。你们会意识到自己可能已经在一种浑浑噩噩的生活里边待了很久了，在某种情绪的困境里边重复着。你们也很清楚自己没有照顾好自己的情绪，
这个时候你们的身体里边就会产生一种力量，想要把自己捞起来，这种信念它会变得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坚决啊，最终会促使你们做出行动啊，摆脱这个生命的牢笼。你们会反思自己在过去学业事业的成长过程当中，有一些目标没有完成，在完成目标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拖延，行动力低下的原因往往都是那个目标其实并不是你们真正想要的，并不是你们发自内心想要去追逐的。这个时候你们就会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和理由去拖延。所以说在事业上面，你们接下来会确立这个新的目标，它才是你们真正想要的，会找到一种久违的激情和行动力啊。所以说这个星币4就代表的是你们在接下来会找到一个值得你们去守护的目标和梦想，找到一个你们愿意倾注自己全部力量去打造的一个宫殿。那这个时候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们会闭上眼睛去感受，舍弃杂念啊，才能在这种混沌当中活出清醒。这组牌的话，我觉得在事业上回归正轨的前提条件是你们要完成一种自我重建，重新树立一个稳定而强大的内心啊，才能把自己从这种迷失的混沌当中捞起来。这组牌它更像是要告诉你们，接下来你们决定要往前走的时候啊，先要对自己的内心有一个审视。宝剑6呢，就是这张牌的特殊之处啊，在于你们在经历了一种长时间的漂泊和动荡的人生阶段啊，在你们即将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啊，会有一种外部力量的介入，把你们拉到彼岸，从而结束这种漂泊和动荡，开启新的生活。所以你们的人生在接下来可能在结束了这种漂泊和动荡，意味的是你们马上就要上岸了，会迎来一个长长的上坡路。特别是你们刚刚穿越了一个混乱的周期，从生命的至暗时刻当中熬过来的时候啊，你们整体的这种生命能量已经提高了一个维度了。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啊。首先第二组牌第一张牌就是水逆啊。水逆的话呢，可能说你们近期在事业发展上面遇到了阻力吧，有一个问题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被卡在了某个阶段，感觉做什么都不对，做什么都有一种阻力啊。其实这个不是你们自己的原因啊，你们现在在过度的反思是不是自己哪里做的不好，是因为你们现在就处在一个水逆的周期和阶段。在这个周期逆行的阶段里边啊，其实你们现在应该让自己慢下来，先稳定好自己的能量啊，蛰伏起来，伺机而动，要么就是彻底的换一个环境啊。这个阻力可能是来源于你们刚刚开始要做某件事情，刚刚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万事开头难，一开始都是最难的，阻力最大的。但是你们会慢慢的适应这种阻力啊，给自己一些时间，伴随着你们自身的成长，这种阻力也会变得越来越小。这种情况会在接下来的1到2个月之内慢慢的改善啊，你们也会迎头赶上。我觉得你们可能现在一部分焦虑来自于你们很害怕自己在原地踏步啊，就是看到周围的人好像都是在大踏步的往前走，你们会产生一种深深的焦虑啊，害怕自己落后。但越是这个时候啊，越是要提醒自己，一定要有自己的节奏，一定要找到自己的节奏。在你们的时区里，一切都会准时到来啊。所以说这个圣杯侍卫的话呢，其实就对应的是你们接下来可能会得到一个很正式的书面文件，或者说邀请啊，也可能是签订一个合同契约，类似于得到 offer 或者说考试上岸。这个会成为你们2023年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转折点吧。我觉得这组牌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现在遭遇的这种水逆不会持续太久，这个阶段属于一个过渡期啊，可能再持续1个多月左右的时间，你们就会得到新的机会。那么第二张牌是 Third House Messages 啊，第3宫，它象征的是互联网，就是你们接下来可能会从互联网上得到一些很重要的信息，暗示着接下来会有大量的信息涌入啊。这种信息当中啊，要注意筛选，一定会有很多对你们有利的信息，你们要把握到啊，一定要敏感一点啊。类似于在生意里边有一句话叫3年不开张，开张吃3年啊。你们之前蛰伏所积累的运势，可能在接下来会有一个大的爆发，会有很多人可能在下个月就突然的闯入到你们的生活里边，会认识到很多新的朋友，会有大量的对话，这种信息爆炸式的涌入，会让你们意识到人生是拥有无限的可能性的。
所以这组牌的话，我觉得它是有一种戏剧性在里边的，就是接下来的1到2个月，你们可能会经历一个毫无征兆的突然的崛起。之前遭遇到的那些看似没有办法突破的阻力啊，突然的就消失掉了，就好像它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那么第3张牌呢 ，11 House Friends 啊，11宫啊，它带来的是这种人际关系网，就是你们接下来事业的发展可能和你们之前所积累的这种人际关系有很大的这种关联啊。比如说你们上一份工作当中所积累的人脉，会在下一份工作当中派上很大的用场。这张牌也是在提醒你们要注意自己在学业和事业当中建立的这种人际关系网，它不是服务于当下，而是服务于未来。就是说这种人际关系网可能会成为你们未来置换资源的一种快捷通道啊。因为人的本质在社会当中的本质就是所有人际关系的总和，所以要有意识的去维护你们的这样的一种人脉啊，和老朋友进行一个沟通，可能会给到你们一些很重要，或者说你们过去的同事啊、同学会给到你们一些很重要的信息，能帮助你们做决策。第4张牌呢是 Air Element Communicating 啊，这个风元素啊，就是说注意你们沟通的方式和方法，能够帮助你们更快的达到目的啊。这张牌暗示着你们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个人给你们打一通电话，或者说你们会主动的去联系某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个畅快的深度的沟通，有一些很重要的信息会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充分的交换，能够让你们做到心中有数啊，会在这个沟通之后做出一个2023年最重要的决定和改变。这个 communicating 啊，其实我觉得也是通过沟通能够帮助你们嫁接一个合作伙伴吧，随时保持沟通，这样的话能够让你们了解别人的想法。当你们勇敢的发声和沟通的时候啊，其实会无意当中得到一些很重要的信息。不要害怕，或者说不要抗拒，或者说逃避这种沟通啊。坦诚一点啊，这种沟通的过程当中啊，越坦诚越直接，沟通的效果就越好。同时你们也要相信啊，在很多问题上，沟通它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啊，往往能花最小的代价就能够解决最大的问题。沟通本质上其实它是一种以小博大的杠杆。那么我们抽到的这个星币2呢，暗示着你们在接下来的事业上面啊，可能会一人分饰两角啊，或者说一个人处理2件不同的事情，好像要一心二用一样。但是这个星币2呢，你们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啊。你们现在就是在走独木桥，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一种平衡，然后慢慢的往前走。那么这个圣杯3呢，它代表的是你们在2023年啊，人生可能会出现3种不同的发展方向和路径啊。3个圣杯代表的是3种可能性，你们在这3个圣杯当中会选出一个最合适的项目或者说机会。那个这个圣杯2的话，另一个层面的解读就是在你们的面前有可能说本来摆在你们面前的有2个选择，但是这2个选择你们可能都不会去选，而是你们会选择一个在这个选择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性，就是你们会跳出那个选择。当你们跳出那个选择之后，你们会发现人生的一条未曾设想过的道路会显化出来。这个星币2的话，可能也对应的是你们在23年的话呢，你们是在梦想和现实之间来回的摇摆啊、徘徊，但是你们会找到一个平衡点，去维系这个平衡点啊，在不打破平衡的现状下去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一种突破。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首先我们抽到的这张权杖1，这意味的是你们接下来事业上的好消息，包括但是不限于会达成一个新的合作。如果说接下来要签订一些新的合同和契约的话，那么你们要注意的就是权责的划分，合同的细节要看清楚。权杖的话呢，它对应的是通过合作来打破僵局，可能你们一直被卡在了某个阶段，在僵持，
在博弈。那么这个局面呢，接下来会得到一个转变，就是说会从一种对抗的状态转变为合作，会形成一种双赢的局面。这种信任的建立呢，我觉得会和你们的思维转变有关，就是你们在事业上面会结束单打独斗的状态，通过资源整合的机会，或者说依附于某个组织，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平台当中，能够借助这种势头实现一个全新的发展。权杖8这张牌就暗示着你们正在经历一个蜕变啊，由此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里边，突破牢笼啊，冲破阻塞，迎来新的发展啊。权杖8的另一个解读就是，你们可能会逃离一个是非之地啊，在事业上面重获自由。你们会意识到灵活性才是你们真正的资产，你们要去从事一些有灵活性的工作，有冒险经历的活动啊，能够自由弹性的安排工作时间，让你们实现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高塔牌其实就暗示着你们现在正处在一个转折点啊，一个人生的过渡阶段啊，在这个阶段内心会很矛盾，有大量的冲突。比如说你们在事业上面需要你们在理想和现实当中做一个选择，那么这意味的是你们正处在一个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期呢，会有新旧工作的交替，或者说身份的变更交替，会让你们的内心很忐忑，害怕自己没有办法去胜任一份新的工作，或者说承接一个新的身份。其实完成过渡并不是完全依靠你们的能力，而是你们的勇气，就是无论发生什么，无论你们经历了什么，你们都依然有勇气继续往前走。人生当中的很多困难啊，其实并不是因为你们想到了什么绝妙的绝佳的解决方案把它们克服掉，而是只要你们硬着头皮往前走，这些困难其实会慢慢的被时间揉碎。尤其是在这种时候啊，你们回想一下过去啊，其实过去的你们也遇到了无数的在当下看来没有办法解决的困难，但是都是在你们硬着头皮往前走的过程当中，这些困难就会慢慢的和你们自身和解。所以说并不是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才能够往前走，而是有些问题啊，就是你们在一边走一边做决策一边行动的过程当中慢慢被化解掉的。所以说你们现在可以带着问题往前走，而不是停在原地等着那个问题主动的被解决掉。宝剑1这张牌呢，我觉得可能是你们接下来要参加的一个竞争性的考试吧，在事业层面上可能它会有一个名次的争夺，某种荣誉啊，它需要你们拿出自己的斗志，在一个竞争性的游戏当中取得一个靠前的位置吧。这张牌也暗示着你们参与的这个竞争性的游戏会让你们完成一种突破，在事业上面迎来一个新的曙光。宝剑它就像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吧，它是一种亮剑精神啊。这种精神能够帮助你们在一个竞争性的游戏当中拿到一个理想的结果，其实真正依靠的是你们自身所拥有的勇气。权杖骑士这张牌啊，我觉得你们会重新回到正轨上吧，其实它就是这样的一种暗示，在事业发展上会确立一个新的目标。你们在之前事业上面可能犯了一个错，会让你们走了一些弯路啊，会因为过去的这个错误的决策把你们困在了某个地方。这张牌啊，包括这个圣杯6啊，也暗示着你们会重新起航。展望未来，会制定一个新的计划，会修正过去的那个错误啊。你们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和自己和解啊，接纳和原谅过去的自己啊。这个错就是你们会接纳自己，是因为你们能够明白过去的那个错误它是必然会犯的，有一些问题也是必然会爆发的。这些问题矛盾的爆发反而会为你们的未来清理出一条新的人生道路。就是如果没有那个矛盾的爆发，或者说没有那个错误的决策，其实就不会让你们思考如何去打破现状，它本质上是来推动你们自身的发展的。当你们能够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们就能够彻底的和过去的那个自己和解，并且从过去的错误当中吸取到某种教训。当你们能够重新站起来的时候啊，就能够重新回归到正轨上。那么这个圣杯6啊，其实就暗示着你们现在已经往前看了，开始展望新的生活了。这意味的是你们会从过去的那种错误的轮回和循环当中真正的走出来啊。这张牌会给我一种非常清晰的路径感，一种自我的充分延伸。那么我们接下来抽到这两张牌，一个是
星币女皇，还有一个是星币侍卫啊。那么这两张牌结合起来来看啊，两颗星币暗示着你们在接下来事业上面可能会得到更多的物质层面的安全感，在事业上面可能会取得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啊。这可能代表的是在新的事业阶段下，你们会正在给自己打下一个非常扎实且良好的基础啊。你们已经完成了一个自我的重建，这个星币它对应的是一种内生的力量，你们会依靠自己所积蓄的这种力量，在这个基础之上持续的去进化和迭代自己，这是一种非常明显的成长。之前你们可能在借助着某种外部的力量来帮助你们达成某种目标，但是这种外部的力量它是有副作用的，会很容易让你们形成依赖，一旦外部的环境发生改变，就容易让你们遭受重创。这个时候才能够让你们意识到，原来依靠外界的这种力量会导致自己的根基不够稳固，会让你们依托于外生的力量。所以说你们在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啊，会借助自己的内生力量啊，去完成一个自我重建。所以说星币本身它代表的是你们在接下来可能会思考去打造一个内在的扎实稳定的这种系统，类似于是创造一个个人品牌，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做一点小生意，自己制定游戏规则，形成一套完整的商业闭环啊，实现一种多元化的发展，增加收入渠道，以及实现这种抗风险能力的大幅增加。所以说这两张牌呢，就意味的是你们接下来的这个事业成长啊，可能会通过牺牲一定的发展的速度和效率，用时间来换取一个更大的空间，就是来构建一个更稳定的发展体系。短期来看，可能你们的发展会暂时落后于别人，但是从长期来看啊，你们才是会笑到最后的那个人，因为流水不争先啊，争的是滔滔不绝。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